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Olay 美白实力派，职场发光就现在，7天亮14天白。本节目由 Olay 玉兰油赞助 ，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多邦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持妆无斑味，实力更出众。本节目由雅诗兰黛 DW 方气垫指定赞助播出。蓝河超多乳铁蛋白成长 offer 马上就来。本节目由蓝河绵羊奶粉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律政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6季，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本节目由惠普星 Book Pro 14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注皮肤健康30年的百多邦品牌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陈明。首先，让我们欢迎加油团的成员，欢迎佘诗曼，钟汉良，欢迎纯叶，大老师，谢谢各位。小何同学，我还以为你有一个新的拟声词出现。我忘。哦，对，再来一遍。好，让我们欢迎小何。我太忘了。当然还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田真老师 ，Hello， 大家好，又来到我们身边。大家好。上一周呢，实习生们迎来了最后一个课题，这是决定所有人命运的一次考核，因为能不能突破100 KPI 拿到迎娶 offer 的资格，就看这一战了。罗一涵、陈仲瑜、向志远和尚燕紫薇4人呢，在上周已经率先完成了工程造假案的最终庭审。加油团预测的辩方罗一涵同学和尚燕紫薇同学获胜，而且罗同学能够成为 MVP， 所以我们的3个 offer 的章子也已经在他们各自的头像上盖章完成。能否点亮第7个自在值，给实习生们赢得第3个 offer， 稍后结果就会揭晓。接下来呢，跨国的股权纠纷仲裁案也即将开庭。洛鑫、张启乔、王文翰和陈可儿4位实习生将展开对抗。这场最聚焦的呢，当然就是王文翰和洛鑫了。因为文翰目前是70 KPI， 这一战会决定他是否可以获得迎娶 offer 的资格。而洛鑫现在是100 KPI， 但是前面有可儿这样一个强劲的对手，后面又有怡涵95 KPI， 穷追不舍5分之差，所以洛鑫稍有不慎可能会掉出前2，但是全力一击又可能会变成第1，所以他的表现到底如何，也就在此处了。另外，我心里还蛮期待看到可儿跟洛鑫的1v1的对位 PK， 非常期待，一定很精彩。好，仲裁案4位实习生表现如何？一起来看。增进的仲裁庭，以下我将代表申诉人 C1、C2 和 C3，使用3个论点来推翻反申索对我方违反雇佣和协议和忠诚义务的指控。而其实申请人所主张的一直都是尽最大努力一词，那这个标准是更加严苛的。OK， 参与仲裁的4位实习生都准备好了吗？要上场了。那我们出发了。哇哦，帅呀！哎呀，港剧最爱拍这个了，一排人，然后一起往前走。哎呀，看得我好想去香港。可儿眼睛都杀红了，感觉。
我这个这比这场剧拍的好看。哦，它不是一个法庭背景，他是一个仲裁，所以他们3位相当于是仲裁员。这是我们的帮手 case， 这是我们 case 帮手，好，这是我们 case 帮手，谢谢。这是我们的帮手，抗方的帮手。好。好，那本场跨境股权纠纷的国际仲裁案正式开始。双方已经确认了本仲裁庭对争议拥有这个管辖权。那现在就进入了审讯的阶段，双方的证人呢也已经完成了做供。现在就是到了审讯结案陈词的阶段。仲裁庭已经收到了，并且已经阅读了双方的书面陈词。现在呢，就有请申请方的第一位代表，首先做这个口头的表述。尊敬的仲裁庭好，我叫洛欣。今天呢，我和我的同事张启乔将代表申索人 C1、C2、C3，在这起针对被申索人 R1、R2 和 R3有限公司的仲裁中发言。我们的案件将主要围绕反申索人违背了股东协议、受托责任以及代理职责而展开。最后呢，我们会回应一下反申索人关于这个违反雇佣协议和辞职及解除协议的一个反诉。首先，请允许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关键信息和关键的事实背景。被告 R3 有限公司呢是一家名为 EV Batteries 的开曼公司，之后呢我们会将它简称为公司。它主要负责研发制造电动车的锂电池。那反申索人 R1 是 R3 的董事长，然后也在里面通过 R2 呢持有他的这个控股的股份。申索人 C1、C2、C3 分别都是公司的一个少数股东，分别持有公司8%、4%和4%的股份。那在2019年6月份，反申索人 R1 邀请申索人 C1 加入了这家公司。在2019年的7月和8月，C1、C2、C3 分别都加入了这家公司，签署了雇佣协议，并担任了这家公司的高管。同日呢 ，C1 和 C2 签署了不可撤销的代理协议，任命 R1 为他们的代理人，具有完全的投票权，来实行他们在股东协议中达成的条款。在2019年11月份和2020年的3月份，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一次董事大会和第二次董事会议。这2次会议中，他们都讨论了关于 IPO 上市的详细计划，和计划了在2020年7月份之前完成 IPO 上市的一个决议。在2022年的2月份的时候，R1引入了一个新的财务团队，这个团队它替换了 C1 原本的团队，并且对 C1 的团队表示了不尊重。那么 C1 认为 R1 不再希望他留在公司，就提出了辞职。所以在2022年4月份 ，C1、C2、C3 都分别签署了辞职协议，离开了公司，但他们依然作为少数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这个是辞职的原因。在2022年的5月份，反申索人成立了 EVB Limited， 我们以下会称它为新公司。在2022年的9月份，公司在通过一场决议之后，将公司主要的资产还有债务全部都转移到了新公司旗下。然后在2023年的7月份，新公司正式上市。那么申索人在得知新公司的上市之后，通过律师向 R1 发信，要求针对该 IPO 的详细信息提供一些回复和澄清，但是目前为止暂未收到反申索的人的任何回复。所以基于以上事实，申索人主张
反申索人违反了股东协议，并且造成了对申索人的不公平损害。第二，反申索人 R1 违反了董事的信义义务，以及第三，反申索人违反了代理职责。那么首先是关于第一个主张，我们认为反申索人违反了股东协议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反申索人没有实现公司的 IPO， 而尽到他们合理的努力。公司的股东协议第8.1条规定了各方要尽合理的努力，在3年内完成 IPO， 并且要促使控股股东和控股股东的董事投票，或者以其他方法去批准这个 IPO。我们根据 What？ 这么紧张？申请方在这里就打断一下，要问一问，因为你刚刚就提到了这个股东协议第8条，它那个责任啊，就相关的那个内容，就想去讲清楚一下，它应该用的词语是说合理的努力，对不对？合理努力的那个门槛，你可以很简单的去概括一下内容是什么吗？今天其实他们这个课题有一个挺难的地方，就是仲裁员对于他们的整个陈词是不断的打断他们，然后他们是需要就是对于那些问题直接给一个答案。合理努力是要求就是需要履行这个义务的相关方要尽合理人可以预期采取的措施去完成相关的活动，但是它具体要采取多大的努力，取决于具体的这个合同的条款以及具体的事实。所以这个的话，需要法官去根据具体的这个事实情况来判断他到底要尽多大的努力才算是合理的努力。OK。那被申请方他们有没有尽到他们合理努力呢？我们认为被申请方没有为 IPO 的实行尽到合理努力，是基于2点。第一点是在原本的情况下面实行原公司的 IPO 本身就不是一个成本巨大或者会造成他们巨大财产损益的事情，因为新公司上市就是完全利用了原公司的所有资产和债务。那么如果原公司原本上市有巨大的障碍的话，那新公司也很难在2023年7月就完成上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论据。我觉得他说的挺好的。就如果能够比较顺畅的回答仲裁员的各种事实层面的问题的话，说明还是准备到位的。是。若心真的非常稳，面对仲裁员的突然提问，他的思路依然很清晰，可以看得出准备得很充分。然后第二就是被申请方是认为这个重组和资产的转移以及上市是完全必须要通过把所有资产转移给新公司来实现的，但是我方认为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双方上市的这个阻碍之间，我们并不认为一个不同的实体就会造成巨大的阻碍。被申请方主要是考虑到，如果将所有的资产转移到新公司下面的话，那么这个原来的公司就可以去专注一些高收入但是高风险的挑战，那么新的这个公司呢就可以比较轻松的上市。那我们认为完全可以采取的一个方式是建立一个新的公司，让这个新公司本身去从事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业务，而不是将原本已经是归于这个原公司的电动汽车锂电池的一个比较前景较好的业务转移到新公司旗下。这个说法其实很有趣，也很有意思，蛮有想法的。那不过我们再思考一下，这个做法能够把那个风险跟这个上市的那些资产还有业务脱离掉吗？因为你子公司如果是有什么的亏损，又或者是有什么的损失，其实你作为母公司，你的资产也肯定会备受影响啊。其实如果说只是单纯的把这个资产，比如说建立一个新公司，然后作为这个公司的一个附属子公司，让它去全权进行这个高风险高投资的这个活动的话，确实有可能会对这个母公司的一些业务或者是对于这个集团造成一些影响。但其实解决方法并不是只有通过建设一个全新的子公司，其实也可以通过一些其他方式。但是我们认为，就是被申请方在这方面他没有做出任何的努力去探索其他的方式，
而且在召开这个股东大会的时候，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申请方的同意，就已经决定把所有的资产转移给一个全新的公司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是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办法去探索其他可行的方法，而是直接放弃了这一个做法。那这个会议本身还是存在瑕疵的，流程不正确。对，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流程，比如说先要通知，然后参会，然后你要签就是表决票，然后最后形成一个决议。如果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的话，肯定这个决议都是本身效力存在瑕疵。哦，明白。那当然，其实现在被申请方他的一个说法就会是说，作为母公司的股东啊，你们其实呢是并未有影响的啊，因为你们的子公司上市了啊，你们还是间接的持有子公司的股份，然后上市之后得到的一些资金也是会归你母公司，就是 R3 公司所有的。那所以变相来说，有没有真正的这个损害或者损失呢？对你作为一个这个母公司那个小股东来说，我们是认为是对我们的申索人是非常有损失的。因为从申索人的角度来看，即便你是原公司的下面的一个子公司，但申索人还是没有直接的去持有任何他们上市后的这个股份。那么其实作为申索人考虑，他为什么在已经辞职之后，没有去要求原公司去直接把他的股份买走，而是在这里一直等待说这个上市呢？其实就是因为上市之后，原公司的这个估值，它可能在这个上市之后会有一个飞跃，也有可能在上市之后会有一些新的投资注入，那原公司的这个价值就会有一个显著的提升。那么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股份交易的这个方面的考量。那如果现在上市的是他旗下的子公司，而不是母公司本身，那首先这个股份就是不可能通过一个公开的市场去直接进行交易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考虑到原公司它本来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个电动汽车锂电池的生产制造公司，但现在它所有的资产都已经转到了新公司，它现在的目标是要进行一些虽然说回报可能会高，但是风险也非常之高的一个业务。在这种情况下面，真的会有更多的投资人去愿意把他们的资金注入原公司而不是新公司当中吗？那很显然，我们的申索人想要去交易他们的这个股份，其实就是难上加难，而且他们的这个股份的价值也明显的下降。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在各方面而言，这个上市的行为不是对原公司有一个100%的利益，而是在我们看来，其实就是损害了原公司的利益。明白。所以其实讲来讲去就是流动性。OK， 好，那你继续吧。好的，谢谢。然后是关于他们违反董事信义义务和这个受托责任的这方面。首先呢，我们是想说，反申索人 R1他对于我们的申索人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董事信义义务的，因为其实根据其他的一些总体的原则来说，一般董事的这个职责是直接向公司承担的，而不是向个人。但是呢，根据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 Paskin vs Anderson 这个案件里面，法院就澄清了，如果董事跟股东之间是有一个非常直接和密切的关系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时候，他的这个受托责任可能会直接向股东产生。当然，还有最近的一个案例，就是 Kelly 在这个董事对股东有一些明显的承诺，或者是有一些预先的关系的情况下面，也是有可能向股东去直接产生这个信义义务的。然后在本案当中呢，我们是想仲裁庭注意2个事实，一个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反申索人邀请我们申索人 C1 加入了这个公司，然后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C1 通过他自己的个人关系拉到了第一个投资人，向公司注入了5000万美金。那这个其实是支撑着公司发展的一个非常大的资金前提。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比起一个单纯的雇佣，更像是一种商业伙伴合作的这种关系。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他们之间在签署了股东协议的当天就签署了一个权钱代理的一个这样的协议。然后这个协议里面 C1、C2 是全权委托了 R1，也就是我们的反申索人，去为我们执行这个投票的权利。但是前提是这个投票权利是为了去实行这个股东协议所规定的相关条款而去赋予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其实很明显有一个非常直接而亲近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对于我们的申索人其实是有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受托义务在的。
但是 C3在本案中其实没有跟他去签署一个这样特定的协议，所以我们确实觉得就是 C3在这个案件中会需要说依赖双方的这个直接亲密的这个合作关系，来获得他对他的一个直接的董事的信义义务。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们还是认为这双重的理由对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好，那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说，你们去讲这个不公平损害，我看到你们书面上陈词呢，就是依赖香港法律第622章724段，它这个条文在这个案子里面可以适用于 R3 公司吗？因为 R3 公司其实是一家开曼的公司，它不是一家香港的公司。这个其实是我们之前在各种股东协议，包括之后的这个各种注资协议，还有双方签订的各种协议里面，都是提到了，就是最终这个是由一个香港的仲裁庭去审理。然后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面，它是可以去用，至少是参考香港的一个相关的法律。然后除此之外，其实并不只有这一个条例的规定，我们也列举了一些英国的案例，比如说这个 O'Neill vs Phillips 这个案例中也。莫欣他其实，我觉得他反而是问得不错，因为我问他的一些就是最困难的一些问题，而且他第一个讲肯定是有一些影响的，不过他也是算很稳定。然后我觉得他这样子的反应呢，我觉得已经很达标了，很达标啊，不错，酷。它具体的这个条件的话，我们确实没有去进行检索，但是它确实是在之前签订的诸多协议里面都是提到的，就是它适用的是在香港仲裁庭进行仲裁的这一个条款。好，那时间够了。对，时间够了。那我们现在呢，就请被申请方的第一位代表做口头陈词了。哇哦，针锋相对。好的，尊敬的仲裁庭，我是陈可儿，这位是我的同事王文翰，我们将代表被申请人 R1、R2 和 R3回复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并且提出一项反申索。申请人已经就双方同意的时间线进行了一个基本的陈述，我们就不再重复该部分。我们将在陈词中就有争议点的事实呢进行一个展开。我们将新公司称为 HL， 就本案中存在争议的2022年9月13日的资产及负债自 R3 到 HL的交易称为重组。首先，我们想回复一下申请人在补充回复中提到的，申请人认为子公司经营的失利和母公司无关，而申请人提及的财务报表其实是一个合并的财务报表，其中包括了R3下面很多的并表子公司，因此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而这个对母公司和子公司关系之间错误的理解，也是导致了他们进行了此次错误的申请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会错误地认为，作为全资子公司设立的 HL 的成功上市，对作为母公司的 R3实际没有产生任何收益。关于申请人认为专注高风险高收益的挑战是对申请人权益的一种剥夺，然而其实 R2 本身设立的目的呢，就是去募集风投。这个情况其实 R3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知情的，把稳定的业务转移给子公司也是一个集团公司很正常的商业考虑，而这件事情其实在整一个集团的整体的运作过程中是一直在发生的。其实，作为母公司，R3是把自己筹集到的这个资金呢，会投入到子公司中去做一些实际项目的一个操作，并且其实在这个董事会议记录中明确的提到了集团2020年业务目标的坚实实现是控股公司R3成功上市的前提和保证。也就是说，其实母子关系是非常被认定的，且子公司才是真正去实操经营这些项目的一个主体。那这个情况，我们就认为，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把这个资产和负债转移给子公司，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考虑。如果说把风险资产转移给子公司，留下一个稳定的业务，其实反而会导致风险无法被转移。并且第二点，就刚才申请人提出的，被申请人应该采取更多的方式。那其实申请人的这个主张呢，也解释了我们现在所采用的这个方式。我们只是采用了一种合理方式中的一种，去解决目前公司的这个困境。因为 R3其实一直在苦苦的挣扎上市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找了另一种合理的方式，即使退一万步说，它不是最优解，那其实这一点得到了申请人的同意。我可不可以问一问，因为这里好像有点偷换的概念。
好，被质疑了。因为那个合理的努力是叫母公司就是23的 IPO 嘛，而不是子公司的 IPO 嘛。所以你们说我有用很多方法的其中一种去解决上市的问题，但这一定要是对准你是母公司上市的目标才可以。那你现在是说你用了很多方法的其中一种，但是让子公司上市，但这已经是跳出了那个股东协议的框架，不是吗？但是我们的主张其实是我们不能把一个商业决策带来的利好从短期来看，我们应该把这个利好放到一个更长期的一个方式去看。所以我们认为，其实目前23子公司 HL 的上市，只是把23此前的资产进行了一种融资，此后其实并不影响23作为母公司的上市，或者整个集团公司资产整合后的上市。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并没有跳出原先在这个股东协议下的这样的一个合理的努力，只是处在过程之中。他现在的立场就是说，虽然我子公司上市了，但其实我母公司还可以上市的。对，我是为了实现它的终极目的，我这个是叫合理努力。但你资产都转移过去了，它都不能以这个新的电池然后去上市了。现在你们的讲法就是说，为了更好的让你们去探讨开拓其他的业务，你们就把这个东西就转移到子公司让它上市，会不会这样子就剥夺了他们这一方面的那个权益呢？好问题。我们理解，其实母公司从事非常多种类的投资，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较为已经现在看似稳定的一个业务，把它剥离出去，并且我们认为，其实这一个重组是帮助母公司更加去聚焦一些未来可以做的主业，也是提高经营效率的一种方式。并且我们其实有看到母公司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财务负担以及融资需求的一个状况，其实代表了因为它此前投资的失利以及经营状况的问题，包括管理层的更换，导致了他在投资人的眼中其实并没有在扮演一个非常值得被投资的这样一个公司的角色。那其实对于他原先设立的一个目的也已经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侵害，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合理的管理层，他应该跳脱出原先的思维，去做一个合理的商业判断，把公司从目前的这个状况中解救出来。那我觉得会促进他更大程度的去经营自己项下的所有的项目，而不是对于他原先经营项目的一种剥夺。他这么说只能是这么一个表达，对，一个聪明的回答，但是呢，其实没有真正解决那个问题。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还是从这个母公司的那个角度来去讲，那这个我们都理解，可能就是从母公司方面，这个可能是最好的。问题就是说，从申请人的角度，这不是就是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合理的预期吗？对啊。我理解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其实申请人他是作为少数股东在做这个申请，那他们的利益是作为少数股东个人的利益。而其实我们做的所有的商业决策，包括其实被申请人有义务和责任去做的商业判断，是对于公司整体而言。那现在少数股东想要认为他们的股票需要有流动性，或者是说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诉求，不代表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商业行为是不合理、不公平的。这个角度很危险。并且其实这个商业判断它分为两块，第一块是我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不是有为自身谋利。我们认为第一部分，首先我们作为这个被申请人，其实我们在两间公司里面的持股是一样的，我没有必要非得让 HL 上市或者说23上市，我做这个决策并没有说要谋得什么自身利益。第二部分是他有没有去侵害像您说的侵害少数股东的这个权益。因为其实我们在股东协议中就是可以回购这个股权的，只是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回购，我没有必要绕这么大一圈去侵害他们的权益，而去转移资产让子公司去上市。那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只要以这个0.075美金的价格去回购它的这个股权即可。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其实他们有签一个那个不可撤销的 proxy 的一个 agreement， 那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某种程度上的理解，已经代表了他想要一致行动，他并不觉得阿三做的一些决定会对他们产生不公平的侵害。OK， 没有，我理解你的理据，不过当然，就你也可以看到那个情况。如果是母公司上市的话，那就很公平，因为没有了这个控不控制的这个小股东，他们其实随时就可以卖走他们的股份，然后就离场啊。这就带到副裁所去提问到了，你们到底做了什么合理的努力？就是你们到底有没有试过把这个母公司上市？这个很重要，最致命的一个问题。这个首先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关于他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合理努力。首先第一点，其实当时就是申请人其实一直在主张融资其实是由于 CE 一个人的力量，但其实我们有注意到当时的这个投资意向书里面，其实是由R1去做的兜底，就是他去承诺了未来R3的一个经营目标。所以投资人才进行了投资，并且在后续的认购协议中，其实也是R3做了承诺，他会借一个 loan 1000万的这个 loan 去给到R3，那他其实是付出了非常大。那其实这就是被申请人对于想要上市，在上市前融资做出的一个合理努力，只是后续公司的整一个财政状况不如他所想，投资的各项失利，其实这个也是就是公司整个管理层共同的责任。包括 CE 其实当时是主要负责欧洲业务的，那其实这个情况也并不是投了钱做了兜底的R1想要看到的，那其实这并不能证明他的努力是不合理的，只是说明R3的发展超出了所有管理层的预期。因为你一开始就因为各种的问题不尝试，这个我们理解。那不过到了你们就是说22年、23年就是重组的这个时间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们又没有做这个尝试呢？盯着这个点问哦，因为这个点确实很重要。但这个点不变不行哦，你得要给出一个答案哦。也确实，这好像个商战片啊。我补充一下这个，我补充一下这个主席的问题啊，因为我看过这些证据啊，然后呢，你们说有尝试过，有努力过，但是做不成，但是后来呢，过了没多久之后呢，就在子公司就这件事就办成了，就上市了。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说，你能不能协助我们，就是说你们确实有尽到这个合理的这个义务呢？那我们从客观的角度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就是用那个合理的努力和最优的努力之间的这个界定来说，我们做的这个方式也是合理方式中的一种，只不过我们没有去尝试2次 IPO， 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做出间接的合理努力。因为一般来说，一间公司它已经在2年之前经历了这样子各种的 IPO 的失利，并且它做 IPO 之前的 B 轮融资看上去也并融不到钱。那其实我觉得采取一个间接的方式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1你融不到钱，2你即使融到钱了，你上市了，你的股票也没有人会买。就我们一直的主张，就是对于子公司整合资产后的间接融资，就是对于母公司未来上市的一种间接的合理努力。而且其实像合理努力这一点，我觉得要去界定的一个点是，你尽到了多少合理努力之后，发现这件事情行不通，这个时候你转而向别的间接方式，你的努力可以被称为合理，是一定要孤注一掷的去救一个苦苦挣扎的公司，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行上市努力，以及融不到资还要在原来这间公司不停的去做努力，还是说可以转向别的方式？因为它其实也能从
申请人的离职中看出来，他们和被申请人所处的位置、所看到的商业眼光和整体集团的架构，按理来说是一致的。作为他们抛弃了这间公司，那为什么作为被申请人的我们看到的视角就必须得和他们截然不同呢？那同时，当时处在4月份的我们，也可以是觉得我们已尽了合理努力，只是我们没有离开这间公司，因为这间公司是被申请人出资设立的，而他们4月离开，那这个时候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设立了新的子公司，采取了一个新的合理的努力方式，然后设立完，我们已经开始操作，有这个想法之后，可能到6、7月份之后才渐渐的开始有一点 cash flow， 它是到2023年的那个节点，也就是已经HL 上市的这个节点，它才有可能做一个 modest IPO。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几点，包括您陈述的这几点，和我们所主张的这几点之间是没有根本性的一个矛盾的。但这个逻辑很酷哎，他现在的角度叫做我去用子公司上市就是合理努力，就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对，说着说着好像有点是吧？被他说服了。OK， 好，因为我时间都差不多了啊，谢谢。那我们就可以现在请申请方的第2位发言人去继续你们申请方的一个发言。也许好，来，启乔开始发言了。好害怕，我好怕他打断我问我问题。你问问题的时候稍微结巴点没事，但是你念这个的时候不能结巴。对他，我怕他中途问我问题，然后我就你就淡定一点。迷路了。那你不能迷路，你读熟一点嘛。然后就是你前面的那一些，就是你读的时候，我读多很多次就可以。就是你读的时候，一个是，我在你这里写一下吧。首先是你的间隔，就是你不要 spacing。对你的 spacing， 你不要就比如说，请仲裁庭注意，这就是一个连续的。然后仲裁庭它是一个 term 在这里，它就是仲裁庭嘛，你不能说仲裁庭注意，这样就很奇怪。然后还有就是这里面一些你之前可能不怎么讲的一些词，比如说雇佣合同，这是一个 term， 你不要说雇佣合同。哦，他好细啊，在帮他教他怎么读。代教上线了。反正就是这些词你要读熟一些。那你再练一下，然后我看一下你讲的效果。首先，请仲裁庭注意。反申索人在其陈述中引原因，然后这对我做的。你这个要分段讲，就是反申索人在其陈述中援引了专利法相关的条款。OK， 反申索人在其陈述中援引了专利法相关条款。这样就好多了。你再念一下这部分吧。首先。请仲裁庭注意，反申索人在其陈述中援引了专利法相关的条款。根据 Total Lubricants， 要提出版权侵权仲裁。这段再来一遍。在本次仲裁中，你把前面这3段一起来读一下。首先，请仲裁庭注意，根据 Total Lubricants， 反申索人在反申索中未能具体说明与版权侵权或为商业交易或业务中，因此。申索人请求仲裁庭驳回关于该软件的反申索。没了，不给结果呀？卖关子啊！天哪，我们后面还要猜他们这一组的结果。你们是想不想让我们点灯了？我觉得是合理的了，让我们在这里猜非常合理。你觉得合理，你来预测。那我的预测的非常非常简单，我这一季已经掌握了一个黄金准则，听蛙哥的。祸水东引，因为我发现听蛙哥没有错过，对不对？是，这个倒是事实。所以蛙哥，没有了，我们先来讲一讲刚才的感觉好了。我觉得难点在于解释什么叫合理的努力，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件里面，你看那个仲裁，它其实分别不同的方都在问你们认为的合理的努力是在哪里？你们认为的合理的，这种条款签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因为无法界定，所以就干脆用一个模糊的词语带过，就叫合理的努力？对。我觉得 reasonable 要合乎理性的这个词，其实把这个阐释空间给到了双方。就你讲讲你的理性，你再讲讲你的理性，然后最后由仲裁庭来判断谁是合乎这个理性更多，哪个能说服我？对，是。
我觉得申请方洛星那边讲的相对来讲合理。对，我是觉得洛星的内容和逻辑更能说服我，它能解决我心中核心的一些困惑和关切。但是可儿的那个，我老觉得它有一点点远。但是我老觉得可儿更厉害在于他说不服我，但是我能一直听。他有没有一丝表现过心虚？这也是律师该有的一个素养，必须的。因为我觉得从难度上来讲，可儿是更难的。对，因为他们确实流程上是有问题。对，我觉得就是很难。我就在想，比如说我去评别人编歌这件事儿，就是一个人就是这个歌的这个套路，正常就能把歌写得很好听，但是他写的还更好听了，我觉得当然不错。另外一个套路给的那个架构，其实在我认为这东西就很难写了，他居然能写得能听，且还有可取之处，我就会认为这个人是更厉害的，就是说技术更好。对。因为我完全理解大老师那个评判那个标准啊，但我只是从案件的本身来看，我会猜测，我会觉得合理的努力的这一点的话，还是洛星这一组更占优。因为可儿那组，我觉得他们的材料这么多，他肯定是能够从一些决议或者是等等商业安排里面挖掘出一些他之前到底有没有做出过合理的努力。我觉得不可能一点都不放吧。确实，洛星这边是手握优势持方，但淋漓尽致，火力全开；那另一边是站在劣势持方，但千折百转，绝处逢生，是怎么判？但也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议题嘛，它其实有第二个议题还没有表现出来，就是那个知识财产权嘛。对，所以还有可能，我刚刚瞄到文翰在哪里？文翰哦，在屏幕里是吧？屏幕里吓死我了，我在这个最后的舞台当中。洛星跟可儿都有很精彩的个人展示，会不会在这个最后关头，文翰有一个很精彩的？必须的，而且是他的专业领域的事情。而且文翰今天是等于说整季最后一个压轴表演就是他们文翰。对，意思就是说我偏向于文翰，如果真的有这个可能的话，那队伍赢就是可儿那边，然后 MVP 就是洛星。你看我说跟蛙哥吧，推理能力好强，真的太厉害了。本场仲裁案当中，我们要选两件事，一个是要看 KPI 获得更高的一方，我们要投一个票；一个是全场的 MVP 是谁，我们也要投一个票。不要忘了一件事，可儿跟文翰这边已经有10了，对，然后再加上他们现场的表现，最后看谁更高。对，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益达职场自在时刻，投票吧，朋友们。如果觉得在这一轮 PK 当中，可儿这一队是最终KPI 更高的一队的话，请举手。所以我们现在是首先第一轮5比2，我们判断的总分更高的队伍是可儿队。然后我们第2轮投票要选出这场 MVP 的得主。这个很难。我再提供一个大家思考的点哦，你看，如果我们是这3个仲裁员，我们刚刚第一轮的10个 KPI 已经给了可儿了，是 MVP 还会再给可儿吗？如果我是裁判员，我会在某个角度尽量把另外那个 MVP 分给不同人，因为对方表现确实优秀，这个只是参考。有可能，那就是说可儿赢，然后洛星是 MVP。对，但洛星也棒，洛星也棒，洛星第一轮也精彩的。哦，这么多选择呀。好，我们现在这样好了，第一个选项 MVP 是洛星，对 ，OK 吗？然后我们第2个选项就是可儿是 MVP，我们在这2个选项里做一个选择。好，对，我们就直接说赞成1的举手就好。好 ，OK， 赞成1的举手，5秒钟之后。闭眼，挖个闭眼，然后我们看你。闭眼，最后一轮了，仪式感拉满。OK， 天黑请闭眼。真的闭眼吗？好，请举手。好，天亮请睁眼。所以我们现在是5比2，这场 MVP 的得主洛星。那直接盖啦，直接盖啦！来，妍妍姐来盖章。我们把这个章，获胜的队伍是可儿和那个文翰，对不对？对，文翰这边盖章。然后我们的 MVP 给的是洛星，洛星盖章。
OK，it's perfect。看看怎么样？可以。如果我们全对就亮2盏灯，对，如果中间一个对就对1盏灯。 OK 啊，来吧。好了，终于要揭晓了。课题8最终 KPI 的公布，一起来看。Come on。那我们就可以现在请申请方的第2位发言人去继续你们申请方的一个发言。尊敬的仲裁庭，以下我将代表申诉人 C1、C2和 C3，使用3个论点来推翻反申索对我方违反雇佣协议和忠诚义务的指控。被申请方现在呢就发现了这个申请方就是 C1、C2、C3，原来他们在职的期间开发研究了一个电能汽车电池的一个软件。还未经这个许可的情况下呢，就把这个软件在他们离职的时候呢就拿走了，所以他们呢现在就要提出一个反申索。首先，请仲裁庭注意，反申索人在他的陈述中引用了专利法的相关条例，但是在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软件注册了相关的专利。反申索人如果要提出版权侵权仲裁的话，那么他的起诉书必须要包含4个要素。第一个是原告必须是版权所有者或者独占许可人；第2，原告必须有明确可识别的作品版权；第3，原告必须说明被告具体的侵权行为；和第4，原告必须说明请求的具体救济。对，那我们都理解你在说他们这申索书方面好像有一些问题。那不过我们那个雇佣条约里面第8条就已经讲了有关这个员工就是 C1、C2、C3 你们在职期间所去发明的一些东西，而且是明确包括了就是一些电脑的程式都应该是归于被申请方就是 R3 公司它的所有的，这一个不就是最明确、最直接的一个理据了吗？首先那个第8条是属于是一个限制性的条款，所以是需要有一个合理性的一个解释。那这个是关键于我们的 software 是不是在我们工作的过程中做出来的。因为只有在这个作品是雇员在工作过程中创始的时候，那个雇主才能被视为是一个作品的初始所有人。现在是在判断可能它是不是一个职务作品，所以他是在自己家里研发的吗？看你比如说是不是利用了一些职务之便，或者是利用了一些公司的一些设备，或者是一些资料。那根据一个叫 Mayfield Design 的 case 里面呢，判断创作是否在这个工作过程中需要考虑到4个因素。第一个是那个雇佣的一个合同条款，第2是作者所受的指导程度，第3是作者是否可以拒绝创作这个作品，还有第4，作品是否对业务至关重要。开发软件这个工作是不是与申索人在公司的职位相关，要根据他的职责范围确定。C1 的职责是首席财务官通常需要承担的责任 ，C2 的责任是财务规划、新兴市场开发还有全球市场管理 ，C3 的责任就是营运管理和供应链管理。那从雇佣合同对职责的表述上看的话，首席财务官、子公司总裁和运营副总裁的职责与相关的软件开发没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软件的开发并不是在这个申索人的工作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我们做的软件，他们是没有一个版权在这个 software 里面。他讲得不错呀。好，那不过呢，C1、C2、C3 基本上他们的工作的范围都不涉及关于这个电脑软件这个发明那这个我们都很了解。那不过呢，事实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你们制造了这个电脑程式之后，是有去向管理层，尤其是 R1 被申请方那里去提出可以应用到公司的业务上面。那如果这样子，你都说不是在这个雇佣过程去产生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奇怪呢？因为其实你们都知道啊，你们做这个电脑的程式，就是为了公司可以用到，那所以你们才去提交给公司啊，不是这样子吗？
那这个雇佣过程的一个测试其实是 fact dependent 的嘛。就算表现出了有意图可以用这个软件来帮助我们公司的一个营业的话，它也不直接的可以表明说这就代表是他工作过程中的。根据一个叫 Norman Can 的一个案件里面呢，工作过程还有工作期间是有一个差别的，它们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我们的 email 里面也看到过 R1 其实是拒绝他们这个 product， 然后希望他们做其他东西的话，如果是 R3 和 R1 去做这个 employment contract 的话，那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个 product 是他们的工作范围里面。好，你继续，对。好很多哦，好太多了。那第二部分呢，我希望可以说一下，其实申诉人是并没有披露反申诉人的商业秘密或者违反他的忠诚义务。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申诉人在开发软件过程中使用了 EV Batteries 的资源。那 R1 在2022年1月发送过给申诉人的电子邮件里面也没有提到过软件开发是用了 EV Batteries 的资源。所以呢，申诉人在开发软件的过程中并没有使用过 EV Batteries 的任何商业秘密。同时，由于 EV Battery 的电池是公开销售的，任何人都可以购买这个 battery， 以及为了拿到它这个数据去实验室做一个测试。那如果这个信息是职员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轻易的获取的话，那很难被定义成一个高度机密的信息。而且雇佣合同的第7条也明确提到，保密信息不包括公开或者在公共领域广为人知的信息。所以我们相信 EV Batteries 的电池数据是属于在公共领域可以得到的信息，所以并不是一个商业机密。那其实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 software 本身就是我们的 C1、C2 和 C3 自己做的话，他们本身就会有一个对这个 knowledge 的一个基础，那这也算是一个灰色地带。我可不可以问一问呢？这是不是有一点 circular 那个逻辑？因为你前设就是说，他们本身有这些知识是合法或者合理，不关R1到R3是。但其实他们利用了R3本身的资源去完成了这个 software。如果用了公司的资源的话，其实对他们是很不利的，不好打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拿掉R3的存在，那会不会这么容易就由零可以发展出一个同样的软件呢？仲裁员的这个问题是很难的，因为这个事实对申请方这边是有点不利的，可以看得出他们全程是有在回避这个点，但是仲裁员还是提出来了。因为其实这个使用公司资源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点的一个事情，因为它两方都明确的表示这个使用这个数据是用于在这个测试阶段的嘛。罗欣给他写了一个条子，他没看是吧？因为他可能无法分心。对。那如果是用于在一个测试阶段的话，那也很显然的表明说，这个 software 已经是完成了的。因为根据那个版权条例的话，当这个 idea 是要卡住了，被记录下来的时候，它就自然就会有一个 copyright， 因为 copyright 是不需要申请的，那就会显得这个测试阶段用来在测试阶段用这个数据的话，就不会构成在这个创作软件的过程中。他说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对。就我们的
就我们的关键点其实就是说，因为他最后使用这个数据只是在他的一个测试的阶段，所以他在之前创作这个软件的过程中，如果说真的中间有使用到这个公司的资产，也只是仅限于他的测试。那他在测试之前，其实这个软件就已经附着在了一个特定的实体上，它的这个著作权其实已经产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认为他后续再去使用公司的这个数据去测试，其实只是他后面的一个完成之后的一个举动。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过程本身并不是暗含，就是我们在创作过程中有使用到这个商业秘密的。启乔说：“对，我就这个意思。” OK， 好，那谢谢申请方发言的代表。好，那我们现在邀请被申请方的第2位发言人发言。好的，尊敬的仲裁庭，下午好，我将代表被申请人提出我们的2个反追索的主张。第一个是申请人他是否违反了这个版权，第二个是申请人他是否违反了对我们商业机密的保护。那具体而言，也就是申请人是否违反了股东协议跟雇佣协议里关于机密的相关规定。首先就第一个问题，申请人是否侵犯版权的这个相关问题，那我们这里想讲的主要有如下3个要件的分析。第一个要件是我们的被申请人作为雇主，他其实是享有版权的，并且这个作品的版权的保护仍然是在这个存续期间内。首先是虽然说他们刚才也讲了，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表明说你软件的整个开发过程是在借用公司的软件，我们目前现有的证据只能证明是在测试阶段，但是本身测试阶段也是开发这个软件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表情攻击。因为你如果软件单有一个程序写出来，你不经过大量的数据验证，不经过大量的测试，你是不能保证说它是一个有效能运行的软件的。他们是拿了你们那个产品的一些数据作为一个测试啊，而且这些数据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不只是你们员工有了，就是投资者那些其实都是有的。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这个数据确实是不单单我们公司有，我们的投资者可能会有，然后跟我们相关的供应商这些可能都会有。但是在他们有这些数据的同时，其实他们跟我们也签订了相应的协议。反应很快漂亮。他们负有这么一个保密的义务，但是我们是认为现在申请人他是违反了跟我们公司原本签订的这个保密义务，而你在离职的时候没有把这个软件返回给公司，你带到了我们的竞品公司，其实就是构成对我们版权的一种侵犯。OK， 被说服。我想问，因为在对方也有说过，就是其实他们曾经原本想的是把这个产品带到你们公司，但是最后被拒绝了。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要硬要把这个产品的离职时给你们公司，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呢？因为你们已经清晰地表明对这个产品没有兴趣，而他们的时间应该放到别的东西去。好，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我简单归纳您的问题，其实是我们不主张这个版权，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这个版权？然后我想从下面3个层面来回应您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本身在他们2022年向我们主张说这个版权是否可以为我们这个母公司所使用的时候，我们公司其实当时的经营状况是不是很好的？它没有多余的资金去安排你这个版权的使用，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在我们给他们的回复邮件里，其实有讲到了，是因为他们目前研发的这个软件它是存在一定的缺陷的。虽然说它能提升电池的这个性能，但与此同时它会大幅度的降低电池的这个寿命。那我们觉得对我们公司的信誉而言，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第3个问题是，其实他们在离职以后，他们也在不断的开发跟完善这个软件，说明这个软件在当时的时候不一定是那么尽善尽美的。那我们公司原本的主张其实是希望说，你能够在原先开发这个软件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去扩充这个软件的性能，能够规避掉说目前对电池的健康可能造成损害的这个问题，我们再去对你进行投资利用，而不是说我们就声明我们要放弃这个版权。漂亮，这保留追溯权利。对，天哪，不会 MVP 是文翰吧？我现在不告你，但是我保留告你的。我有支配他的权利，对。不过事实是这样子嘛，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电邮啊，还有相关的一个案情呢，你们从来都没有再跟他们去跟进这个软件，你完全其实也是没有了这个关注啊，然后就当然是突然间他们开始了这个仲裁申请之后，你们就突然间有这个反申索了。
不会觉得这样子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输打赢要，就是想拿一些东西来加强你们，当为是好像一个筹码这样子吗？不，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在他们射程范围内，他们应该准备了这个问题。明白。我想从2个方面回应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你看，准备了吧？哎，文翰真不错哎，而且都是结构化回答。首先，第一个方面是他们作为我们的这个雇员，他们有这样的义务，是他们在离职的时候应当把属于公司的财产，也就是这个软件交还给公司。但是他们没有履行这样的交还义务，那公司在当时可能并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并且说他们在我们的这个竞品公司 PowerUp 公司，他们继续对软件的开发跟使用的行为，其实是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的。所以我们公司可能会不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它，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公司本身就是这个版权的所有人。那作为版权所有人而言，我并没有一个义务说，在你侵权行为发生的第一时间，我就要去向你去做一个这个主张。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基于证据的收集，基于取证的难度种种方面，我们可能在就是主张权利上可能会存在一些行使权利的障碍。公司是希望说我们能尽可能的查明我们的事实，因为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在保障雇员的他的行动自由的基础上，来对我们公司的这个商业秘密进行一个保护，这是我们一贯的立场。那如果说我们贸然的就向这个雇员，也就是 C1、C2、C3 去主张这个软件的事情，如果说确实这个软件不是属于我们公司的，那是不是过分侵犯了他们的行动自由？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考虑。OK， 我要在这个问题上也换一个角度来问，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改良，还是像当时候一个比较有缺陷的一个软件，很实际的说，你们会想要吗？我们当然是想要的，因为这个是版权是属于我们公司的。其实我们会认为说，公司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时间节点，它会对这样的版权、对这样的软件进行一个开发跟利用，因为它本身确实是能提高这个电动汽车的电池的运行性能的。好啊，改良再推出。你不好改，我这边还可以再找人改。对。啊，我不用，但是你让我的这个竞争公司用了，此消彼长，就是不好啊。为什么像这样一个可能不是很尽善尽美的软件，或者说它的版权对我们公司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是因为虽然说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软件放在公司不去用它，但并不代表着说我们的前雇员可以带着这样的软件去投奔别的竞品公司。因为竞品公司很有可能是能够利用这样一个残缺或者说有缺陷的这个软件，它能够发现我们公司的一些商业机密。这也是我们在反追索里提到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他们其实这样的行为不单单是侵犯了版权，同时也侵犯了商业秘密。漂亮，因为这个软件是我们公司的数据推出来的，那如果他反推的话，可圈可点啊。真的好棒啊！文翰的话，我觉得他今天的表现是令我有一点惊讶的。今天他的回应都真的非常快。OK。好，那我就继续我下一个部分。好的，那我们第二个想要论证的就是我们的申请人其实是违反了对于商业机密的保护，也就是具体而言，他违反了雇佣协议跟股东协议里对于商业机密的一个规定。就像我们刚才其实在论述当中有大量的讲到，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软件其实是大量运用了我们公司的这个商业数据跟商业机密。虽然说我们给他规定的这个竞业禁止期只有1年，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说他们在2023年具体的月份去入职的这个公司是不是还在竞业禁止期之内。但是我们是认为说，我们对软件的保护跟对这个竞业禁止期其实是分开的2件事情。我们公司其实是想依据这个雇佣协议跟股东协议来主张申请人的就是因为违反这2个协议项下的保密义务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一个索赔。好，然后我们的追索其实主要是这样，然后因为我看我还有1-2分钟时间，我想简单做一个小结，就是今天申请人一贯的主张都是认为说，我们并不是子公司的直接股东，我们并不能直接分享上市带来的收益。那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也就是当公司的利益跟这个股东的利益进行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该听从公司的利益，还是应该听取这些少数股东的利益？那我们是认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寻找公司跟少数股东之间的这么一个最大公约数。我们不要说我们认为双方的利益是对立的，这是不对的。
公司有很多的利益相关方，而这样的利益相关方，他们的利益其实在某一个层面上，他们是有共通之处的。我们是希望能够找到这些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然后能保护它，然后也能让我们公司的利益能够最大化。谢谢。太棒了，文翰！文翰今天发光了，文翰应该能拿到100 KPI。好，那仲裁这个聆讯就正式的结束了。恭喜你们完成了你们见习里面所有的课题，也请给你们这一段时间的努力还有付出一些掌声吧。我也知道，就是你们在预备还有去应付这一次的终极的一个课题的时候呢，就遇到了当然很多的困难还有挑战啊。而且从你们的表现看来呢，其实也看得出你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去对待这个课题啊，也是完成的非常的好，完成非常的好啊。那我相信，其实你们在过程之中也应该有不少的这个收获，也有体验到不同的一些乐趣啊。那当然就很期待，也绝对是相信你们日后呢。是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而有出色的一个大律师啊！我们都很期待能够在法庭里去遇见你们啊。那我们这个审讯到此为止了。那我们要仲裁员之间，我们有一个讨论关于你们的那个表现，那可以请你们回律师所就可以了。谢谢。OK， 不客气。谢谢。不客气。结束。对。赢定了，感觉很有信心的一个机长。那我们先走了。对，再见。嗨，回来了。回到最初的美好。好像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这个时间点的感觉。哦，是，大概也是。哦，对哦。旁边都是山，好美。等加班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太好。加班可以在这看海景。对。好漂亮，我感觉这个景都不像真的。对啊。有山有海，好漂亮啊！天哪！大家可以欣赏一下香港的美景。我们工作辛苦的同时，也不能亏待了自己。我们会有8个课题来考验大家，然后这个8个课题呢是不同类型、不同形式的案子，是通过全方面的测试你们各种能力。哇，你看，我们的会议室好干净，怎么了？哦，真的，所有东西都被清掉了，我们的工位会不会也变得很干净？我们当时有8个课题要做，我们现在已经做完了8个课题。是的。天哪，现在肯定很感触。30天呢。第1天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做庭审的会议记录，糟了呀！我还有多少分钟？我以为可以写3个小时，完了。啊，这第一个课题是吧？对，我也记得这个。对，就是他，很赶紧写的时候，他还以为很多时间。结束了，没有下一个课题了。哎，师傅回来了。猫，你们好假。师傅确实回来了。谁呀？那个普大律师。普大律师回来了？没有吧？哦，师傅回来了。师傅回来了。哎。哇！关大师。哦，关大律师回来了。师傅辛苦了，大家。哇！师傅，Hello。 4天的停电，我天！哎呀，洛星的师傅还没回来。师傅回来了。没有，我骗你了。你看，但门真的是关的。我们想多了。我看有一些特别的礼物。等一下。哇！这给谁的？这是 Annie 寄过来的。哇！
哦，蒲老师给的啊，给大家的。他有一个卡，看看吧，一起看看。哇，好，要不郭老师你来开？对。道长，恭喜大家顺利完成所有的实习课题。1个月前，你们还是一棵棵青涩的小苗，但1个月后的今天，你们已经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在香港这片陌生的土地，开出了属于你们独一无二的美丽鲜花。这一束花就像你们8个人。哦，8朵向日葵。我们是8个人，我们可以是叫紫荆8星，紫荆8朵吗？可以啊。乡巴佬害着了，乡巴佬。我师父说我是牡丹，内敛含蓄，但又灿烂夺目。哦，嚯，还有花语。可儿是玫瑰，明艳大气，风风火火。哦，好贴哦。怡涵是蔷薇，慢条斯理又不失温柔浪漫。紫薇是洋桔梗，外柔内刚，活力满满。Marco 是蓝绣球，有20岁的朝气，也有20岁的傲娇。Grady 是满天星，无论在哪儿都是闪闪惹人爱。闪闪惹人爱，天天戴眼镜了，你看。文翰是洋甘菊，不惧逆境，越挫越勇。志远是向日葵，向阳出发，最热烈也最勇敢。哦，希望紫荆8朵花。紫荆8朵花。回来了！哎呦天！你们都好吗？向师傅。好，是在后面的。哎呀，好会呀！哇，还反转了好几波呢，这怎么受得了？就说嘛，天，好暖哦。你们都不错，表现的都非常好。我们刚刚还进去找，我说师傅回来了。我骗他说你可以来，然后你真的回来了。哦，师傅回来了。师傅回来了，没有，我骗你了。我的悄悄在后面。哎呦，还专门用一朵花。是卸掉了大家的猜测的心防。对，你看，但门真的是关的。我们想多了。这是 Annie 寄过来的，看看吧。恭喜大家顺利完成所有的实习课题。这一束花就像你们8个人。哇！我刚才躲在后面，然后就听见可儿叫，可儿有说一句回来啦。好，那么同学们都辛苦了，我们先去大的会议室集合。好。恭喜各位实习生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实习。真的很棒。这是你们作为 mini pupil 是踏上了成为大律师的第一步，相信你们之后会越来越顺。现在的 KPI 的结果已经锁定。哦 ，KPI， 只有 KPI 过100的同学才有可能进入到终极的面试，来争取这个最后的 offer。终极面试不仅仅是我们3位，我们3位的师傅也都会一起出席，去进行这个终极的面试。师爷3代。接下来我公布 KPI 过100的实习生。是谁？怡涵肯定过了。罗意涵，他们3个肯定是过100了，就看文翰过不过了。罗意涵。在本次的课题中，上燕紫薇同学获得了30%的 KPI， 所以他一共是有100个 KPI。先放比较有条理发问的时候，跟他们的抗辩的方向比较接近，
所以他们的问题问的比较理顺一点这个是我总的感觉，就是偏方好一点点吧。对，同意。紫薇她的古问这方面也是还可以，我看得到她的进步挺看进步的。100耶，恰恰刚刚好。然后下一位同学是文翰，肯定文翰。文翰给文翰吧。王文翰同学，我们必须的，王翰值得，可以。获得了30%的 KPI， 所以他一共是有100个 KPI。文翰的话，今天的表现是令我有一点惊讶的。今天其实他们这个课题有一个挺难的地方，就是仲裁员对于他们的整个陈词是不断的打断他们，但是他的对答回应是做得挺好。他们开始了这个仲裁申请之后，你们就突然间反申索了。我们公司作为版权所有人而言，我并没有一个义务说，在你侵权行为发生的第一时间，我就要去向你去做一个这个主张。如果他们没有改良软件，你们会想要吗？我们当然是想要的，因为竞品公司很有可能是能够利用这样一个有缺陷的这个软件，它能够发现我们公司的一些商业机密。OK。以前他有一点文静，有一点沉默，但是今天我看得到他的成长。文翰只拿到30，证明他不是 MVP 嘛？那应该是洛欣，对吧？然后下一位同学是洛欣。看他有没有那个5%。在本次的课题中 MVP 获得了20%的 KPI， 还有额外的5分的 MVP 的加分。我们太厉害了！人间最厉害的人，哇塞！所以一共获得了25%的 KPI， 现在 KPI 呢是125分。MVP 我们就觉得应该是洛欣 ，OK， 那他肯定是最难的位置的一个心理压力肯定是最大不过有一点我是觉得是真的很欣赏的，就是因为我问他的问题是真的比较困难，其实他的表现呢确实是非常的出色。明白。然后下一位同学是罗意涵同学。如果又是 MVP 就厉害了。他就是 MVP 肯定是错了，必须 MVP。罗意涵呢，获得了30%的 KPI， 还有5%的额外的加分，是 MVP。现在他的分数是130个 KPI。130，哇，厉害！罗意涵其实他表现得非常好，他在陈词的时候也做得非常好。听了控方之后呢，他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反应，他自己记下来控方讲的是什么事情，他可以再补充，去帮忙被告去理清一些问题，去做一些有力的证据给被告。所以我觉得罗意涵表现得非常好。罗意涵同学，他是 MVP， 同意。OK， 就这样吧，谢谢各位。罗意涵可以。那最高分呢，就是陈可儿同学，在本次课题中获得了30%的 KPI， 总分呢是140分。哇，140！哇，可儿真的玫瑰绽放。可儿就是一贯的好，陈词内容都是非常清晰，想得很快，所有那些回应非常快，也回应得不错，表现出大律师的气场。Bravo！ 哇，我们太厉害了！我们好厉害啊！ 2站啊！向志远没过吗？哇，好可惜。是哦。那就是4个女生都过了。对，女生都过了，然后男生就文翰。志远也没过。没过。对，志远90，还差10。
剩下的同学呢，虽然你们这次没有拿到这个100分的 KPI， 但是你们在这1个月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历。我们也看到了你们的成长。哦，相志远没有到100，哇，志远差10分，志远差1点。哦哟。我们相信呢，这将会是你们开始大律师征途的一个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所以大家不要灰心，每个人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陈同学讲一下自己的感受。我从一开始来到这里实习，就是一个比较随缘的心态吧。我觉得能有这一次的机会去体验各种各样的课题，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荣幸。平常去投递一些 Chambers 的 mini pupil， 其实简历都很少得到回复。其实课题3的时候就已经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但是还是运气非常好的留了下来。后面又经历了模拟法庭，经历了和可儿一起做的调解，经历了现场的调查，我能感受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是对大律师这个职业会越来越向往，越来越靠近。我觉得这就已经足够了。我对各位大律师给的帮助，还有各位伙伴们给予的鼓励和支持，非常的感谢，也祝大家在最终的面试中好运，大家都非常值得。哎 ，Grady， 终于，其实你是我港大的学弟，所以我对于你期待也是挺大的。从最开始的时候，你只是一个读了1年的 JD 的同学，法律基础还不够好，所以其实对于你来说，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困难。但是当这个实习的过程不断的一直下去的过程中，我看到你的成长，特别是最后这个课题把对被告人的盘问那些针对性的那些问题是做得非常好。你现在 potential 已经发挥出来，然后再更加的努力，读完这个 JD， 读完 PCLL， 我知道你是可以做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大律师。我觉得这一段的实习其实给我带来的也是对自己法律从业潜力的一个认可。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最好的礼物，比 KPI 还要更加的重要，让我对自己有信心了。这个非常重要。谢谢师傅。其实我这次来参加这次实习，也是我几乎没有想过的一个发展道路。但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学到了很多很多，不管是在学术方面的成长，还是说在一些性格上的改变，然后包括三位大律师对我很多教导，我觉得真的都是让我在未来的很长一个阶段都能够受益。我还是很想要在香港去做 barrister， 所以拿 offer 的机会可能对我来说比较重要，会觉得有点遗憾，但我也不会放弃。对。首先我也觉得有点遗憾，但是呢，只是一个过程。最重要，我觉得就是没有失败，就只有学习的过程。对。譬如下棋，其中一个很重要学习的教训呢是什么呢？就懂得怎么样输。输了之后，你就翻盘，你再来一遍。这是从来都是这样，所以你不要气馁。我觉得你非常专业，你的心你朝这个法律大律师的方向上肯定没问题。
OK， 总之你自己不要欺负就行。好 ，OK， 你对你有信心。谢谢师傅。3位同学都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KPI 其实大家非常的接近。现在的 KPI 只是代表这次实习的一个结果，但是对于你们本身来说，前景是意味着 nothing。前景对于你们所有同学来说，我都是非常非常有信心，一片光明。对，我们现在就还有2件事要做。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会一起下班。终于下班了。第2件事呢，就是因为你们都忙于做课题，可能也没有什么时间去体验香港的生活，那我们会一起去做一下飞车。哇，飞车！飞车是什么？巴士的顶层。然后会在太平山顶一起享用晚餐，去俯瞰香港的夜景。那大家去休息准备一下，我们就可以出发。好，谢谢，谢谢，谢谢师傅，不客气。可以了，可以。很期待您对我们课题8的复盘。是，如果没有安排，我们之后可以在群聊里打电话。当然可以。哦，志远差一点点10分。咋办，兄弟？还是有点悲伤。我懂你意思，没事儿，没事儿，就差10。我懂你意思。没事，后面路还长，真的，后面路还长。什么叫飞车？香港的飞车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没有车顶的那个东西。哦。哎呦，志远真的差一点。他刚刚说感想的时候，已经有一点点想哭出来。对对对，真的很遗憾，因为他很早就达到了70了。他就是开始跟中段都特别好，从中段之后一直没加分。对，开篇很好的。下次我们找个机会那个。没事，师傅。就差一点。是的，让您失望了。不是这样 ，KPI 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你们做的这些题目超级难。我可能50 KPI。你们现在做的就是有20年经验的事情。哇，很好的评语。关律说的很治愈。还要在几天内搞定这些东西，是超人的。你们做的是超人 ，OK？ 所以我觉得你做的非常好 ，OK？ 主要是没有这个 offer 就不能做您的 pupil。也不一定。有机会，肯定有机会。你先读好，你先把 PCL 读，对。对，然后呢，你要做 pupil 呢，也有很多考核。你到时候也会有。好。但是肯定没有这些节目难。你可以放心，但是也有考你的。好 ，OK， 先放松一下心情，然后我们稍后去吃饭。好 ，OK， 大家去吃饭 ，OK。谢谢关大律师，谢谢师傅。 OK。有点可惜，有点可惜。不过我觉得我们做的非常好。是的。之后读完 JD 来做我的学弟，再去申请关大律师的 pupil。真不用想太多，兄弟，后面真的时间很长，对吧？还会有很多。也祝你冲击 offer 成功吧，会加油成功。好，谢谢。真的，铜锣湾3兄弟，现在成为铜锣湾独苗。是，你是我们男生的希望，你是我们男生唯一的4个男生的独苗。对啊，一定要成功。唯一的希望了，还真是。虽然在这里我们或许比可儿、比骆老师 KPI 要稍微低一点，但是每个人拿到外面去呢，都是
大杀四方。这真的就主要是大家都太强了，是的，感觉。以后大家每一个人都会深刻的把你的武圣论给宣传出去。我认识仲瑜，此为1胜，1胜之后，对方0胜，此为2胜。哎，我们收拾一下吧，收拾一下，我们准备走。好，准备去坐飞车。来，找出自在好状态。我们可以收拾收拾东西，准备走了。好的，好的。同学们，我们走之前呢，大家把自己的这个工牌，钉在这墙上面。哦，好。哦，交工牌了。这些工牌会留在我们的大律师所里。这一刻真的好有离别的这种实感。哦天哪！来啊，兄弟挂一起啊！好，我想挂律政司旁边。我跟你一起，我来找你。一起挂。挂一起啊。仲瑜，来，中间没位置，我就好，我挂平行的吧。哦，姐姐，哎呀！那什么？哎呀，招了他就100万那种。姐弟。那我们出发吧，走吧。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啦！感觉是第一次。下班了。下班了。拜拜，法理精明。拜拜。不用给你们点外卖了。天哪，终于不用点外卖了。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喽。下班。今天晚上没有课题，你们开心吗？开心！哇塞，这太爽了吧！好快乐呀！那这是我们的办公室，最高的密筒。那边是以前的飞机场。St. John's Cathedral， 我在这儿结婚的。哇！享受生活，享受生活。我这么看好看，真美。全部推理成功，成功为我们实习生营造了第3个宝贵的 offer， 太棒了！鼓掌鼓掌鼓掌！优秀。点灯，点灯。我们的掌声不仅给我们自己优秀的点亮2盏灯，我们要恭喜的是陈可儿、罗一涵、洛欣以及尚燕紫薇、王文翰，是5位是成功突破了100 KPI， 顺利的拿到了 offer 的资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益达职场自在时刻，点亮本季的第7和第8个自在值。还有谁没有点过灯呢？咱们一块儿去吧。哎，一起呗，一起 ，Go everybody move， Go go go， 一起拍啊！耶，开心的时刻。我们这么多人的手掌拍下去，会不会把它直接拍满？就是太开心了，太开心了。来吧，来吧，来吧，咱们都搁在这儿，来啊！来吧，咱们一数3、2、1吧，是不是？怎么有点像切蛋糕的感觉？对。
3、2、1，耶！哦，已经亮了。这个蓝色灯代表2颗星的吧？代表我们已经到了，就是蓝灯只要亮，第3个 offer 到手。OK。啊，好开心。OK， 那我们还是要讨论一下我们最后看到这一段 VCR 大家的表现。其实纵观全季，我觉得包括我们的弹幕，还有我们所有的观众也都在热议，就是这一季当中女生的表现就是棒，实在闪耀。太厉害了，是，每一位风格各异，但是精彩纷呈，而且不断的超越我们本来就对他们很高的期待，我觉得这非常不可思议。那提到这一整季女生的表现，大家印象最深的有哪些人或者有哪些时刻吗？首先他们都是相互帮助的，对，无私帮助，对，就是互相扶植那种感觉啊，没错。我刚才看见那个他们最后完事儿的时候，我看陈可儿跟洛欣俩人就互相笑，对不对？他们并没有说感觉是要干嘛，是工作结束了一块儿开心这种感觉。是的，他们俩某种意义上其实有点你追我赶的意思，但是中间完全没有看出竞争的任何的那种氛围或者感受。是，我觉得这个太棒了。曼姐蛙哥呢？我都是喜欢可儿跟洛欣，其实他们性格都很好。我觉得他们都没有那种刚才说的没有敌意的那种，互相欣赏了。是这样。对，而且我感觉还是各有各的好。但是其实一涵他人很吸引人，他的人格魅力是在他的能力以外是吸引的。对，有人格魅力。在这方面，我觉得一涵真的是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是因为他那种理想主义的光芒一直在闪耀。对啊，他对于女性群体、对于儿童群体、对于公益的这种热忱，没有熄灭过的。对，紫薇也是有留下一些印象，就是她比较内向嘛，我一直感觉她有一种，就是处于所谓爱人的情况下，把自己在职场上努力表现出她的能力，一种感觉。对，但是博大律有4个字形容她，我觉得非常精准，叫外柔内刚。它里面一直有一股韧劲儿。对，够 power。要不这样，我们上一下小白板，然后把我们每个人心中对于 girls power 的这种理解最核心的那个要素，可以做一个呈现，好不好？写一个关键词，您心中的 girls power 到底是什么？不一定是说他们是吗？可以从我们这一季女孩们的表现中来总结，当然也可以是自己心中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Girls power。来。我写好了，写好了。好，这样我们一起展示，好吧？好，一起展示吧。来，3、2、1，脏。我花，这2位是这一句话吗？很像连在一起，是不是？绽放的花是不是？对啊。其实我觉得我写的跟大老师还有蛙哥。还有你写的，我们表达可能是一个意思，就是我觉得过去我们对于一个女性的要求是她要谦虚的、低调的、内敛的、温柔的、如水的，是不允许她如火的、炽烈的，就是这种绽放生命力的。是的，就是她更希望女性的力量是阴的、是柔和的。但实际上，我觉得当代女性，尤其是我看到这几个女孩身上的能量，她们是不管从形象上打扮自己，从谈吐上。就是优化自己，从行为上敢于争取，从竞争上绝不退让，就是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绽放的能量。我也是觉得这是现在的当代的女孩职场的典范，就是我们有什么美好，我们就尽情的展现，让全世界看见自己。所以这是我心中的 girl power 绽放。是的，大大方方。我直接一个具象化，整个的叭叭叭绽放出来，噗噗往外。对。因为我特别欣赏那个女生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她们特别愿意花时间去欣赏对方的美，对，然后愿意花时间赞扬对方。你说男生在一块儿就是互相挤的，但是女生都会在一起，她们就是愿意花时间陪着你的心，然后愿意花时间去，让彼此变得更美。我真的觉得女生比男生更快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对快乐的那个捕捉的那个能力，是的，会更加的主动，且就是说愿意去花时间去更迎向快乐跟阳光。
所以我觉得是花这个是一个完全赞同。快乐是一种情绪啊，对，而女生的那种细腻敏感和彼此愿意承托的那种相互的关系交织而，对，就一块玩去了。我们喜欢互相赞美嘛。这太好了。所以我跟两位写的一样，也是要跟野心羞耻 say no。say no 啊，击碎野心羞耻哦，或者还有很多的耻感，我觉得都要击碎。就是那种耻感是完全不必要存在的，比如说美貌羞耻，对，比如说野心羞耻，美貌还羞耻，杰出现在有的女人上班的时候不太敢化得太美的妆。所以在这种外部的视野和眼光的这种局限规训当中，有很多的耻感是完全不必的。我觉得它背后的根源就是天真姐说的性别脚本。因为我们确实毋庸讳言，我们现在在一个巨大的父权社会的一个惯性当中，所以那种已经写好的性别脚本，就是带有一种巨大的结构性的驯服的力量。我觉得没有必要被这些力量限制。是，野心羞耻 say no。好嘞，来，我们平视女生。我觉得这个词呢是我自己特别喜欢，同时我也觉得是 offer 这一季所有女生给我的一种感受。我觉得女孩的力量在于可以有平视这个世界的勇气，或者平视这个世界的能力，就是不卑不亢的去面对这个世界，独立的拥有着自己，是一种平等、强大和尊重。说得多好，曼姐。独立自主。还有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互相欣赏。对，我觉得现在的女性越来越独立了，然后也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也不一定要依附别人。是，我就觉得这个无畏就是大家开始都勇敢绽放自己的一个空间。我听过一个加拿大的那个诗人写过一个这样的文字，就是我生来本就有力量，半是刀锋，半是丝柔，就是女性有本身的那个细腻跟柔软，但是她同时也有男性的刚跟强。明白，既百炼钢，又是绕指柔。是的，女性。是的。我们来看看这个蒲苇，可能刚看这个词儿有点会觉得奇怪。就是在这个《孔雀东南飞》里面有一句叫做“蒲苇韧如丝”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很多的女性，你看起来是柔弱的一个状态，但她其实都非常的坚韧。我就觉得这种坚韧的像丝一样难以扯断的状态，跟男生这种坚强、刚强还不太一样。我觉得这种韧如丝、这种坚强，它其实更加的打动人。其实我在写这两个字的时候，是想到了我老妈。我就觉得她就像是一个蒲苇一样，因为现在很多的女性的光芒其实绽放出来，很多是被大家所看到的，像天真姐，对吧？然后面对一些东西非常的犀利，有自己的一些坚持。但是很多的女性，她的这种坚韧，其实是在平凡的生活里面得以体现，可能只有最亲的家人才可以看到。我妈她当时工作的时间特别早，16岁左右就工作了，因为当时我的外公家里还有一笔债。他必须马上要去工作，然后把这个债还了，所以他白天倒夜班，然后晚上倒夜班，可能一天也不睡几个小时。我经常外婆就是端着饭跑到那个工厂前面，就跟我妈说，她说女儿你不能够这么拼，你身体会吃不消的。但她就觉得她这个时候应该承担起这部分的责任，然后好不容易可能把这个债还光了，然后我差不多要出生了。我小时候身体又特别差，比如说半夜咳嗽，然后呢，只要一躺平就一直咳嗽，感觉肺都要咳出来，然后我妈就只能整夜抱着我，为此可能还辞掉了工作，然后呢又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嘛，然后我妈又要负责很多的事，我就觉得她好像从一个青春少女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在为身边的各种事情操心，然后我基本上没有见过她就是跟我们撒娇，对，或者是给一些负面情绪给大家，对。然后后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他可能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去撒娇，对，也没有对，因为但是你可以宠爱他呀。是的，所以我其实现在想跟我妈说，就是儿子长大了，你可以跟我说，你就自己去绽放你自己生命的光芒，不要为我们身边的人担心，我们都很好，就是你跟个花一样开心，然后我们也就会开心了，对。所以会觉得真的就很多这样的一些女性，就是包括我妈妈在内这样子很平凡的人，就是很坚韧的这种生活的一辈子，我就觉得非常值得敬佩。我希望现在所有的人都能够就是不要被一些东西所束缚，然后就是能够绽放出自己的光芒。确实，
所以从今天这个我们节目里看到的这些不同年轻的女性跟男性，看到这些优秀的职场的新人们，我是感到非常的觉得好的，因为他们每个人的面貌都不一样，但他们都是这样的努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再往前推进、再包容性的一种体现。承认差别才能和谐，对不对？百花齐放。是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 girls power 绝不是只是帮助 girls， 对不对？对，它是无差别的，会帮助到每一个个体。是，当然了，他们的征程看起来课题已经告一段落，但是他们在香港的征程没有完全结束。还有一个美丽的夜晚，还有一个最终的面试，表现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太平山顶。哇，景色不错啊！哇，真的是海鲜餐厅。哇，这个餐厅对我来说有一点特别的意义。这里是我订婚的地点。求婚的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餐厅，几十年了，在这儿已经。不错。他可能70多年前在这里求婚的时候，充满历史。那想必所有的菜色一定都是非常完美。可以开始了，各位同学。好诶，谢谢。意涵喜欢吃海鲜吗？特别喜欢啊，那我们来对地方了。是的。哇，看得出来喜欢了。这个好吃的，但是就是有点难切。这个完全是海鲜餐厅啊。这个也很好吃。这个吗？哦，我这儿有。好。哇，优雅哎，五绿。这个生蚝是生的，不是熟的。生的。你不要。生的。你不要。没有，生蚝是生的，生蚝怎样是熟的？生蚝不是熟蚝。所以我们这儿现在就是会被 Marco 骗的最多的就是 Grady， 他每次都会当真的，然后在那听。他还有一个外号叫人设破坏机。比如说，有的人他会想要就是再稍微高冷一些啊什么，然后但是遇到 Marco 就装不下去，就会装不下去。对。谁是最高冷的？其实我们这边应该是骆老师吧，尚志远吧？志远不会吧？高冷吗？志远。哎，你觉得你是一个高冷的人吗？我不是啊 ，Marco 啊。我？对啊，你可能是没跟我做一个课题，所以这样说。我觉得洛姐是女生最高冷的。是吗？真的。又高又冷。那倒是。那这个毫无疑问。好的。高冷是褒义。那你们觉得最像 AI 的是谁？最像 AI。像 AI。那肯定陈仲瑜啊。陈仲瑜，我觉得最像 Grady。哎，对对。哎 ，Grady。为什么像？那个说话的语速。哦，确实。My Chinese name is 陈仲瑜。50 KPI 是囊中之物，大获全胜。闭嘴！全胜。出场设置太慢了，语速。但 AI 现在也很先进了，也能很快的反应。就是你问什么问题，它都有答案。对，是很好的 AI。我们现在对大家的了解已经更加深刻了，有没有觉得哪一个人是你觉得反差最大的？反差最大，遗憾吧。那我觉得是师傅。啊，那确实，安妮是这样的。把师傅都拿进来的话，第一次见到师傅面试的时候，你一点都没有笑。对。就
另外两边2位都非常的温和，可能会显得安妮老师很凶。温和，光大绿都温和吗？他温和吗？温和。我比他温和。没可能。你们谁觉得他比我温和？啊？我面试的时候是这么觉得的。啊？没可能啊！天哪，关大绿有5票哎，沈大绿好挫败啊！欺负谢谢你投我1票，不投我的也感谢。该笑了。你觉得如果有一个人你需要感谢的话，你会最感谢的人是谁？首先肯定是我的师傅沈大律师，对，就是教我们东西。就我觉得沈大壮就是非常的赏识教育，因为最开始我前2个课题没有拿分，我虽然没有很焦虑，但是肯定也不会非常快乐。但是沈大壮给我了一种让我心态还能保持相对稳定的一个后背吧。夸夸。其实沈大壮有时候会像一个慈祥的老父亲，就是他真的很关心我们现在的想法是怎么样，以及他真的能察觉到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去做最后一个课题，他真的会像那种就是一个父亲要送自己的孩子去考场了，会给你包一个红包。哦，对，这些吉祥的这些吃的，来让你有一个好的就是兆头。今天是你们4位的终极考核，那我有4个红包给你们 ，OK？ 谢谢大律师，谢谢沈大律师，谢谢，谢谢师。OK， 里面有1块3毛，就是港大的传统，过3 ，OK？ 那过3包4。啊，这个真的很贴心。是玉米、萝卜、花生猪蹄汤，这是好事发生金榜题名。最后还有4个芒果，光芒万丈。好的，谢谢沈大壮。不客气，不客气。师傅他真的让我学会了说，你在一个团队里你所做的事情，有时候不一定是让大家都看到，但是懂你的人真的会懂你，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师傅。沈律人真的是好温和。我肯定是最感激的还是师傅。对，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非常不自信，而且很担心自己在这个实习中会很多方面都弄不清楚，因为其实就是相当于完全没有学习过普通法，然后也是本科毕业之后就工作了，也缺少一个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但在第一次就是跟师傅聊天的时候，您就表示出就是对我非常大的期待和那种认可，所以让我自己也对自己感觉很有信心。坦白来讲，我对你找的案例非常满意，你写出来的这些要点啊、分析啊，也都是我需要的，我想听到的，预期般的好。谢谢大律师。有预期般的好，是一贯的好。哇，这5个字，多高的评价！预期般的好。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自己要稳住，稳住其实是你最大的一个优势。我一直以来觉得你非常的稳。为什么我们说打官司要有个打呀？这就是一个 fight， 你这种气势要出来，这就是一个 fighting。Hello， 师傅好。师傅。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课题了，所以我们加把劲儿，咬咬牙，最后冲刺一下。好的。Marco，不要灰心，这个就是一个过程，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成长我们都看得见。最重要的并不是那个结果，而且结果你有的时候也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样。说得好。好的，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普律师一直都夸。我觉得我最感谢的，首先肯定是师傅，就是因为我记得我第2个课题失败之后，因为那个课题非常的特殊，因为你要选你的队员，
就我对他们有这样一个责任要负责，然后又来了踢馆实习生，就压力非常的大。第二课题失败了之后，我会觉得我很自责。然后师傅跟我讲了说，这次失败了没关系，但是你要有勇气重新开始。就师傅一直跟我讲一句话，就是你面对失败的态度非常重要。然后我觉得其实跟师傅谈完话之后，我再走出那个办公室回到工位上，我内心是充满勇气的。对，最基本的能力你是有，只是准备这个议题方面，你们可能大家都有一点偏差了。不要因为这一次不能取胜就打垮自己，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打官司肯定是有一方输的，但是怎么样面对输啊，才是最重要的。当个师傅的责任是很大的，我教你不清楚是我的责任，我教过你，你听不明白也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教了你之后，你不去努力了，那就是你的责任。但是其他都是我的责任。谢谢师傅，真的。师傅说没白教，听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啊？都记住了。就我没有想到师傅会是那种真的就是到线下还会找我们聊天，然后在微信上，我当时记得很清楚的，就是他在群里面说不要忘记来这里的初心。包括我们喜欢什么颜色啊，我们喜欢吃哪一种东西啊，就是会觉得能让我们放下对于这种跟导师相处的分寸感的一种焦虑。你要不跟他说一下我们的群名？对，是令人心动的徒弟们。一语双关。对，就我们当时都觉得这个群名很感动。是的。真好啊！我们能看见，其实你们都学到了一些东西，非常好，我们都非常的欣慰。因为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小礼物给大家。首先是我的得意门生洛欣，谢谢师傅。谢谢，这个是瑞士的巧克力，谢谢师傅。我觉得你是值得庆祝的，你在我心中永远是第一。谢谢师傅。哎呦喂，这话说的。然后这个是一个笔，希望呢你在你第一份 court attendance sheet 上面签你的名字的时候用这支笔，其实那个时候可以想到师傅。这好吧？对。乐欣做第一个课题的时候，你带着些许紧张和不安，但随即展现的便是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你在实习中一步步蜕变，由最初对普通法的生疏，逐步转变为游刃有余。我叫洛欣，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我认为根据这个案件，原告在本案中也是有权去主张这个不当得利的。The father and mother should be given equal right. The child has already lived quite well in Hong Kong. What's the reason to destroy this current situation? 其实我昨天还帮公司去投诉了一遍相关的假冒公司。缜密的思维和逻辑是你的优势，你的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在实习中表现得一览无遗。洛欣同学的报告是通过的。真正的法律人不是熟背法条，而是谈起法律眼里有光。你的热情和执着就是那束光。我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鼓励你，无论你未来的道路如何，我都将是你坚实的后盾。祝你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谢谢师傅。谢谢师傅。谢。下面这份礼物是给 Marco 的，是一份 bestseller 巧克力，另外一支笔也是希望你在出庭纸上面签你大名的时候能用到这支笔。谢谢师傅，谢谢。Marco 作为你的导师，能见证你在这段实习中经历的成长，我是多么欣慰和骄傲。过来踢馆的那天，你说着流利的英文，
腼腆地笑着掩饰着自己的不安。 My name's Marco and I'm 20 years old. I'm from Hong Kong, but I moved to Shanghai when I was 4 and then moved to London when I was 13. 比如说 RV Swan 是可以说动机可以作为一个考虑的因素。现在，即便知道自己与 offer 无缘，你仍然可以从容坚韧，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组员并肩作战到最后一刻。 What was your view of Miss Mandy Tan before the death of Mr. Robert Cole? Then what happened after you hit him? 这些经历将成为你未来成为一名卓越大律师的基石。未来的大律师，如果有什么害怕的，尽管来找师傅吧。我带你一起过关斩将，勇往直前。谢谢师傅。勇往直前。紫薇，我觉得你是非常细心的一个女生，所以呢，我也买了一个 cufflinks 给你，是一个天平。哦，好可爱。希望你会喜欢。然后呢，这是大律师公会75周年的一个限定的笔，所以希望呢，你会秉承这个以人为本，公平公正。OK。Dear Urania, when I first met you, my impression was that you're a shy and gentle girl who always had a smile on your face. And you are actually an iron hand in velvet gloves. 我是上燕紫薇，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我在一些主持然后辩论的场合的时候，我会知道要表达。你们今天也一直在空中楼阁，没有提出你们自己的真正的立法的需求，你们一直在提其他的法律。那其他的法律是不是已经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你们为什么还要提？可以，我知道你就是很想要尽快的出去，然后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让你赶快的能够出去。You possess great determination and unbreakable spirit. 我这辈子没有为什么东西熬过一天只睡2个小时，第二天又只睡3个小时。所以您是把5天4次的这个5天理解成不是一个最少要放置样本的时间，而是理解成了一个只要在这个时间内，不管到底花了几天，只要完成了4次测试就可以。These personality traits are great assets in whatever field you choose to enter in the future. And I will be there for the fight. Best regards, Franco. 师傅。谢谢师傅。哦 ，I will be there. 谢谢师傅，我喜欢。好。另一个呢，就是一个 color red。哇。都是给你的，可儿。谢谢。那有这个呢，希望你之后上法庭的时候会戴。对，肯定，真的很喜欢。你签名也可以用。好。Dear Jade, your sharp wit and ability to spot weaknesses in others' argument make you a formidable opponent in court. 我叫陈可儿，毕业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请问您方新设立的这个好人法和我们现有的判例法下的合理情形有何种区别？如果没有区别的话，是否它反而会混淆我们现有的这个判例法？它就是一个交易平台，它就是靠这个东西来赚钱的，所以这个点我觉得对方是没有办法来回击我们的。So you can't remember every single detail at the thing. You can't even remember where did Mandy get that. I would fear for you to have you as my opponent. 陈可儿太优秀。Now, your sense of empathy and caring was infectious. 对，有一次他说的，对方都哭了。他自己都哭了，就是那个遗产调解，高光嘛，高光。我们也是有过留学经历，其实知道有一种对家很渴望，但又很害怕触摸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觉得其实你回来以后，你很想靠近他们，但是真的非常陌生。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其实可能二姐心里是。In the past 10 years, Mandy has been suffering from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vere depression. And she has had too much suffering in her life. And it would be cruel for her to be sent to prison for her murder on so many doubts.
A genuine ability to care for others is an essential quality of being an advocate. I wish we were always on the same side, on the right side. So best regards from me, Franco.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不客气。谢谢。好感人啊 Eric， 张志远，这个是一个期盼。我希望你喜欢这个国师期盼。你要记住一点，事事如棋，局局新。你记住。哇，这句话好妙啊！事事如棋，局局新，真是靠谱，厉害厉害，很适合他。你2年之后就 PCL 了，我到时候我会见到你。谢谢。哦，给承诺了，好像给了一个未来的 offer 一样哦。对 ，Dear Eric, I'm very delighted to see a student with a similar background as myself. Your passion for the law and sometimes stubbornness reminds me of my younger self. 我叫向志远，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他们的交锋没有那么直接，但是都在证明其实对方是有过错在的。对，同样都是原告将款项打给了被告，同样的诈骗行为的实行者都不是钱款的接收者，而是第三人。需要把你的声音特别清楚地表达出来，声音的洪亮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你的自信程度。志远眼睛里面有星星，是不是？特别明亮，是赤诚的力量。那这符合他们说的，就是他们先看到电视机，然后这时候余光2歹徒过来，打了外拖到门口。Never forgetting that there are many in our society that has been forgotten and un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They need our help. They need your help. 您为什么在转交样本的时候，仅仅因为可能一些不方便，就放弃对这个标准的遵守？您觉得是不是可能您的工作中有太多的随意性？我们如果把好人法交给他们，给他们一层法律保护，我觉得是能够大大提升这些在危困状态下的港人的救助成功率的，也就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我是真的这样觉得的，而且我会相信您是真的无辜的，我是真的这样认为的。好的。Remember, do not let a temporary setback dampen your passion. There is no failure, only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Best regards, Franco. 以后叫我 Franco。谢谢 Franco。OK。做您的徒弟是我特别荣幸的事，也是我特别感激的一个选择。谢谢师傅。好。OK。是吗？好了，到我了。首先是滚汉，这礼物是庭审的技巧，在港大陪伴我的一个礼物。一本书。谢谢师傅。我还记得面试的时候有告诉我们，你是非常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诉讼的律师。我希望这个内容都可以帮你。谢谢师傅。滚汉，希望你内地学霸的这个身份，给你的不是压力，而是一份无穷无尽的推动力。我是王文翰，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1年级在读。我之前的教育背景主要是集中在大陆法系。我也希望说有机会去感受一下普通法系下它的法律是怎么运作的。那我想进一步的请教一下对方辩友，我们在这个立法的过程当中确实会存在一些问题，但这难道是不立法的理由吗？如果说我们去跟学校去进行一个调解，学校没准会很快的把这个赔偿款给到您。对于那个普通法的了解，必须尽快去看多一些有关的案例。找到这个案例是做得非常好的。
通过这段时期的实习，我自己每一天都在一点点的变好，所以我也希望说能有更多的一个机会，能让我去在这里做一个学习跟了解，然后不断的再去充实自己。我感觉是不是当时有雨，所以从上面往下滴，滴在这个水塘上，不就是滴滴答答的声音吗？在实习生当中，你没有刻意的突出自己，只是不断的默默耕耘，最后交出令我骄傲的成绩。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祝你前程似锦。谢谢师傅，不好意思，谢谢。OK, Grady， 因为你已经是 JD， 所以我觉得这份礼物是对你非常有用的，也是这个大律师的礼。哇！还有那个袖扣给你，就是我今天的这个，但是是不同颜色的，这是金色的。哇，谢谢。哦，哇，这个哇，好闪，太好看了。我非常的喜欢，谢谢师傅。不客气。从第一天看到你的武圣论，不以为你是一个傲慢无知的少年。我的名字叫陈仲瑜，就读港大法律博士。在我的背后也有一位顶尖商学院毕业的管理，还有 4A 广告公司的 Account Executive， 也有具有5年活动策划经验的活动策划4年经验的媒体内容设计师。我过去一点点的经历碎片拼接在一起，所形成的一支没有军装的部队。看到你被其他同学的优秀打击自信，向同学的功课已经通过了。恭喜恭喜！我好怕整个课题挂掉，完了，我输了。我是只有香港普通法的背景的，我会更加坚定自己留在香港从业的一个决定。我没有其他的退路了。他为自己争取的那一次真的很坚定，那个打动我。 Where the plaintiff shows a very strong probability。1年的学习之后，相信我一定会比现在强大很多。再到终极课题，你表现出的那份实力。您说5天4次或者4天4次，为什么最后2天做了4次？ OK， 所以您觉得其实2天4次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看到一个成功人士的历程。祝你在睡梦中，除了找到盘问内容，也能找到成为大律师的成功钥匙。谢谢师傅。哎呦，沈大律师有帮我做呀！一涵。其实我看得到你在整个实习过程中一直的成长，还有我对于你的表现真的非常非常满意，非常非常欣慰。当你是在一个法律上已经很成功的人，你还在其他的兴趣爱好有其他的成就的话，那其实对于你也是一个另外的一个魅力。一涵其实很感性，超级感性。我知道你是非常喜欢港大，也有拿到港大的 offer， 但是最后选择读法律，就没有来香港读港大。我真的非常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成为我的学妹。这个是港大的一个干部。啊，这个名字叫 Cross。对。一涵，在过去的课题中，我看到你从一个小女孩成长，成为一个有气场、有说服力的法律从业者。我叫罗一涵，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
因为你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的边界，你会要不要实施这个救助行为的情况下去思考这个行为下的免责的条件，或者是减轻责任的条件。但这个就是我们情上我们很吃亏，但是理上，那在法庭上这一点就可能会是一个共同疏忽的理由。母亲的需求跟孩子的需求，他们可能会有一个错配。这个我明白，问这个问题是挺好的，看得出你是有思考过。他很关心那个当事人内心的感受，特别那个细心。我很希望未来能够成为一个公益方面的一个诉讼律师，主攻女性权益保护和劳动者权益保护。如果有案子，我特别想为他打，然后他只要请我吃碗拉面就可以了。法律应当维护公正，他没有实施任何的不法行为，他只是一个为了生计而努力工作的普通人。我们更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疏忽去定一个人意图做串谋诈骗罪。所以在此，我请求法庭明察秋毫，基于事实和法律做出公正的裁决。将结果交给时间，等着你的只会是成功。盼望你会成为我长大的学妹。和您的题目，谢谢。同学们，你们自己10年之后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希望你们把这个愿望向着这片大海喊出来。10年后，我想成为深情、浪漫、永远提出合理一点的公益律师。10年后的陈可儿，做自己，不被外力束缚，不忘初心。10年后，我希望我会成为一个温柔、坚定而有力量的非常优秀的大律师。不用10年就差个大律师了。10年后，我希望我是一个不会忘记对我好、帮助过我的一个好人。10年后，我希望我能永远热烈而又坚定，真诚而又勇敢。哇，好温柔啊！10年后，面对这世间无穷无尽的风浪，希望依然能心如止水，处之泰然，成为一个满意的自己。10年后，我希望自己能勇敢一点，再勇敢一点，做一个胸怀山海但脚踏实地的律师。10年后，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被别人放心的信赖、依靠的人，能让这个世界因为我的存在变得更好一点。法理证明，精益求精，孝道大律师，前进！孝道大律师，前进！仙剑，还是小。这种东西吧，虽然有点傻，但是它就是感觉特动人。对，就是少年热血，就是要说出自己那个最那个心里的想法啊。那你呢？10年后，赵老师，陈向婷，然后什么那种。你乱喊的是谁？我不知道，我瞎喊一名，就是在想想陈向婷，我爱你，是不是那种？是不是10年后？哎呦喂，哎呀，太平山顶那一夜，太感动了。好顶啊！
就站在顶。你们之前喊过对不对？喊过。你喊的是什么？我当时喊说10年后我要成为一个不太累的河趴。不太累的河趴。合伙人。趴的啊。对，5年了其实。哦。在靠近你的当年的那句话吗？就是现在很累，超级累，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累，最后才能够成为一个不太累的河趴吧。那是。所以我觉得这些来参加真人秀的朋友其实也蛮妙的，因为他们的20岁出头的时刻被记录下来了，然后被看见了。是的，我就想过，我可能比如说40、50岁的时候，跟我的儿子说，你看你爸20岁的时候就那样。哇哦！就网上有公开资料。对，你自己去看，就蠢的，对，真的很美好的一件事。既然都聊到这里呢，那干脆我们也给10年后的自己来一个约定好了。啊，咱们有山和水和喊吗？我们是站在心中的山海里喊的，直接喊啊！哇，好尴尬呀！真的喊，冲着胸口嚷嚷，那就喊吧，我觉得。来吧，从哪里开始？我先来吧。好，曼姐。曼姐。还在演呢，服了。啥？还在演一位叫做福乐的角色。服了我自己了。哇，好幸福啊！哎，你觉得你会一辈子做演员吗？我会，因为我太喜欢了。哎呦，对，这行没有退休的感觉哈，真的是啊。来呀，蛙哥，来蛙哥。心中的伤害，希望10年后可以大声一点，蛙哥，能顺其自然，不强求，不干预，平平安安的迎接一切。你这个大喘气，就听心愿的人已经打算收纸了。哎，又还有一句。啊，是。但是那句话也还顺其自然，真的很难，不会外事纷扰。纯叶，喊赶紧了。那个你这是个许愿节目吗？去谁喊？你会这10年你会活得很精彩，不会虚度。等一下，我们不是喊出来吗，朋友？就是你会活得很精彩，这10年你不会虚度。啊，是一个愿望，也不错了。我希望10年后的我在谈恋爱。永远盛开，永远绽放。 10年后，大声点，还不等呀！所有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依然都在我身边，幸福和快乐。这是我最真诚的期待。棒！当然是爱是永恒的，爱是最重要的。真的是。希望你睡觉的时候腿不要抽筋儿。不是，你现在睡觉腿抽筋儿吗？我的睡不着人的第一个症状就是我睡觉的时候腿会抽筋儿。我说怎么腿怎么开始抽筋了？缺钙。但我觉得他想的角度不是那样，就是那个希望自己能够保持那个异样的活力，对不对？也是有活力，然后再加上就感觉身体还是得舒服，身体舒服对于我来说真的现在超级重要。对对啊，我也有同感。对，那我喊，哎，又在节目里喊。哦，对你喊错了，升级版。我说5年后你要成为不太累的，好，改一个。10年后，如果你想随时停下来，就四处走走吧。哇，这个好，心态不一样了。去遇见一下。对，去遇见，我就走个4个月啊。OK， 下一个话题，我们从山顶的风中抽身回来，再回到了演播室里。那我们一起看下一段 VCR 终极面试。就是 offer 能不能给到那个其中一个人？对，就要看终极面试了。来了。今天进入了最后的面试，有5个实习生可以参加最终的面试。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in English first to all these seafoods? I'm just wondering why you wish to become a barrister in Hong Kong. Did you enjoy the murder trial? Were you nervous? 对于你自己的表现满意吗？如何评价我们3位大律师？情商爆发的时候到了。你自己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
给我们一个留下你的理由。从这一张椅子离开，你的实习就正式的完结了。让我们掌声欢迎本季全部实习生以及代教大律师入场！欢迎！辛苦沈大律师为我们颁发我们的 offer。紧张吗？可以得到 offer 的同学。噔噔噔噔。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6季直通大结局来了！大结局点映礼包11月7号19点开启预售，11月8号19点解锁团建番外和第17上下集，抢先看 offer 花落谁家。11月9号、10号12点还有实习生 vlog 微博花絮等你来。嚼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度帮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上知乎搜2025秋招季，和知乎答主一起畅聊职场。更多的感慨不缺道理，無畏懼再去跟看一切，再一次挑戰我嗎？競技會在哪方？奔跑人群中，世界能屬我，交出每個爭吵的答案。無懼那一天可會踏破，精彩每一步，這一生痴心夢想，誰會在意它？奔跑人群中，世界能屬我。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至于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天意视讯、网易有道词典、中华万年历、未来之光、西庄竹的大力支持。深度内容合作媒体腾讯新闻夏至工作室。感谢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